普丁的工資有多少？保守估計10幾億美元是有的。為什麼呢？還記得當年停在意大利港口那艘造價高達7億美元，折合新台幣超過200億的超級豪華遊艇謝赫拉沙德號嗎？這不會是貪污來的吧？一定是俄羅斯太有錢了，總統的工資輕而易舉就能買下1、2艘超豪華遊艇。今天不談俄羅斯的武器裝備多麼老化，維修零件多麼缺失，這些只是俄羅斯政治高層在戰場上的觸手，而我們要直面的是俄羅斯最腐爛的本體，看看俄羅斯距離勝利究竟有多遙遠。一國總統居然能夠擁有2艘幾億美元的遊艇，剛開始這件事兒，火力軍是不相信的，俄羅斯不至於腐敗到這種程度。當年也是搜集了不少資訊，結果顯示遊艇的主人是俄羅斯石油公司的前總裁愛德華·胡代纳托夫的。雖然國有公司的高层擁有幾億的遊艇很誇張，但也只能說是一個大型貪污案件。可隨着後續披露的信息越來越多，就越讓人驚訝。愛德華只是一個代持人，所有的矛头都指向這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普丁。根據北約調查發現，船上的俄籍船員幾乎全是負責普京貼身安全的聯邦警衛局现役特工，而且遊艇在黑海的航行記錄與普京的私人航程絲毫不差，資產可以找白手套代持。但國家元首的貼身保鏢絕不可能給寡頭當水手。這艘沒寫普丁名字的豪華遊艇到底歸誰？答案早已不言而喻。也有人說貪污就是貪污了，對戰場沒有影響就行了。你太小看俄羅斯了。開戰初期，我們經常看到俄軍的 T-72 或 T-80 主戰戰車在遭到攻擊後瞬間發生劇烈殉砲。當烏軍步兵繳獲了那些被俄軍拋棄、外觀完好無損的戰車時，讓他們大吃一驚。打開俄軍戰車外面掛着的那一層厚厚的反應裝甲，所有人都傻眼了。有些盒子裡塞滿了廉價的厚橡膠墊，有些塞的是毫無防彈能力的普通紙板。最誇張的是，烏軍竟然在裡面拉出了用來裝雞蛋的廢棄紙托盤。堂堂世界排名第2的主力戰車開上前線去面對標槍飛彈和穿甲彈時，外面掛着的防禦裝甲裡面裝的竟然是雞蛋盒。這不是後勤流失，而是一場赤裸裸的謀殺。那麼那些本該用來保護裝甲兵性命的軍規炸藥到底去哪兒了？答案就藏在俄羅斯軍方高层的採購合同裡。隨着這幾年普丁在內部掀起的反腐大清洗，一個名叫普季洛夫的少將浮出了水面。他的頭衔是中央军区裝甲車輛服務主管，負責管理和維修這個軍區所有的裝甲載具。普季洛夫是怎麼操作的呢？在賬面上，他與各種親信承包商簽下了一大堆金額龐大的維修和升級合約，國防部撥了幾億盧布的款項，要求在前線開打前為所有的戰車裝填最新的反應裝甲火藥塊，並進行徹底的驗收保養。但實際上呢，承包商拿到錢後根本沒有去採购昂貴的軍工炸藥，而是直接找幾張廢紙板和橡膠墊塞進空殼裡，鎖上螺絲，然後蓋章驗收，宣布升級完成。幾億盧布的軍費就這樣順理成章地吸進了普季洛夫和承包商的海外銀行賬戶。對於莫斯科的少將來說，這只是報表上一筆漂亮的假賬，是他在郊外添購豪華別墅的頭期款。但對於坐在 T-72 戰車裡的基層裝甲兵來說，當他們自信滿滿地以為有反應裝甲保護，開着戰車衝進烏克蘭的城鎮街道，迎面撞上標槍飛彈的那一刻，他們连1秒鐘的後悔時間都沒有。但這還只是這場貪腐狂歡的冰山一角。如果連重型戰車都能造假，那發到最底層步兵手裡的單兵裝備又會是怎樣一番慘狀呢？整整150萬套憑空消失的冬裝，以及被當成笑话的廉價防彈衣，到底是怎麼把前線的新兵一步步逼上絕路的？如果說前面提到的普季洛夫少將貪的是戰車上的反應裝甲，那接下來出場的這些後勤軍頭，可以說連士兵身上最後一點油水也不放過。在2022年冬天，當烏克蘭氣溫骤降到零下10幾度時，俄羅斯前線接連傳出大量动員兵因為沒有御寒衣物，只能穿着單薄的秋裝在戰壕裡生火取暖，最後嚴重冻傷甚至截肢的慘劇。消息傳回國內，連俄羅斯的議員都在電視節目上崩潰大罵，存放在後勤倉庫裡整整150萬套的冬用軍裝怎麼可能憑空消失？150萬套厚重的冬季軍服堆起來是一座好幾層樓高的山，就算是被火燒了也会留下灰燼，怎麼可能說沒就沒？答案很殘酷，這150萬套軍裝根本就只存在於國防部的採購報表上，供應商拿了錢，军需官蓋了驗收章，但工厂連一塊布料都沒踩過縫紉機。這些用來給士兵保暖的軍費早就化成了高官們度假的香檳跟跑車。這還不是最離譜的，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俄羅斯的士兵居然沒有一個合格的防彈衣。講到現代的單兵防護，有一個知識給大家科普一下，拿美軍现役標準的 IOTV 改進型外穿式戰術防彈背心來說，這套防彈衣的夾層裡插的是頂級的陶瓷複合抗彈板，
這種級別的抗彈板，就算面對 5.56 公里或 7.62 公里步槍打出的鋼芯穿甲彈，都能硬生生扛下来，把冲击力分散，保住士兵的內臟不受致命傷。那俄羅斯高層發給基層士兵的高級防彈衣抗彈能力有多強？網絡上有太多烏克蘭士兵繳獲或者是俄軍自己拍的開箱實測影片，畫面裡士兵用小刀劃開那件看起來很唬人的迷彩防彈背心，把裡面那塊厚實的黑色抗彈板抽出來，結果用力一敲，聲音完全不對。這不是什麼陶瓷复合材料，也不是什麼軍規防彈鋼板，這竟然是一塊用廉價工程塑料壓铸成型的黑色塑膠板。這種塑膠板別說是擋 7.62 公里的步槍子彈了，士兵拿一把在一般体育用品店就能買到的生存游戏玩具气彈槍，抵着這塊板子開火，竟然都能在上面打出明顯的凹痕甚至裂縫。軍方採購預算單上明明寫着這是最高規格的4級抗彈板，結果發到新兵手裡的卻是連玩具槍都擋不住的廉價塑料。這就等於讓士兵在胸前綁着一塊大號的滑鼠墊，去跟烏克蘭的機槍陣地對衝。那些簽下這份採購合同的軍頭們根本沒把這些新兵當人看，在他們眼裡，這只是一群廉價的耗材。衣服是虛構的，防彈衣是塑料做的，那吃進肚子裡的口糧总該沒問題了吧？這就不得不提這波大清洗中剛剛落馬的一條超級大魚——俄羅斯前國防部副部長，專門掌管全軍後勤物資的大將布爾加科夫。布爾加科夫在後勤系統裡呼風喚雨了10幾年。他跟外面的食品供應商勾結，簽下了一張又一張龐大的軍糧採購合約。但在烏克蘭前線，俄羅斯士兵打開配發的軍用野戰口糧時，迎來的卻是絕望的乾嘔。那些號稱補充高熱量的牛肉罐頭，裡面塞滿的全是劣質的動物軟骨，肥油跟不明內臟，品質甚至比寵物店賣的狗罐頭還要糟糕。更驚悚的是，當士兵翻到包裝底部查看有效期限時，竟然赫然印着2015年。發放到前線的全是在后方倉庫裡堆了7、8年，早就發霉長毛的過期垃圾。而布爾加科夫跟着他的食品商白手套，卻靠着這種以次充好的手段，賺取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暴利。吃着發霉變質的口糧，穿着滑鼠墊一樣的塑膠防彈衣，在零下20度的戰壕裡挨凍，這就是俄羅斯底層步兵的最真實開局。但你以為這樣就到底了嗎？不，更致命的災難還在後頭。當我們將視角轉移到現代戰爭最重要的神經中樞通訊系統時，你會發现這群貪官不僅要士兵的命，他們連整場戰役的指揮權都敢拿去換美金。那套耗資數十億盧布打造、號稱世界第一的第6代加密電台，到底是怎麼被廉價民用對講機給徹底調包的？它又是怎麼讓俄羅斯的正規軍在戰場上變成毫無秘密可言的裸奔小丑的？前面講的塑膠抗彈板跟發霉罐頭，頂多是讓前線步兵賠上性命，但接下來這樁貪污檔案不僅要了人命，更是把整個俄羅斯軍隊的指揮系統處於癱瘓狀態。在開戰前，俄羅斯國防部曾經高調宣布，他們耗資數百億盧布為全軍打造了一款名叫阿扎特的第6代加密戰術電台。在官方的採購報表跟宣傳影片裡，這款電台簡直被吹上了天，宣稱它擁有全頻段的跳頻保密技術，抗電子干擾能力世界第一，號稱連最頂尖的北約電戰部隊都無法破解。結果呢，當這批號稱世界第一的軍規電台發到烏克蘭前線和俄軍指揮官手裡時，又是一場讓人吐血的開箱體驗。外表看起來確實很唬人，厚重的軍綠色防撞外殼，加上又粗又長的天線，十足的硬派軍工感。但是當俄羅斯的通訊兵因為連不上線，氣得把外殼拆開來維修時，裡面的真相直接讓人崩潰。厚重的防撞塑膠殼裡面根本沒有什麼先進的加密主機板跟跳频晶片，那些官員竟然只在裡面塞了一台廉價的民用对講機。他們把幾根電線隨便焊在原來的旋鈕跟天線上，蓋上軍規外殼，就這麼堂而皇之的交差了。這種普通的民用對講機在網絡生產的批發價一多頂台20美金，加上外殼算它30美金。但是這群通訊後勤軍頭向國防部報賬的採購單價是一台好幾千美金，這中間高達100倍的驚人差價，整整幾百億盧布的國防預算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吸進了高官們的海外金庫。拿幾十塊美金的民用對講機上戰場，下場是什麼？這又等於讓整支軍隊在電磁波的世界裡直接全裸狂奔。在現代戰爭的電磁環境裡，一具合格的軍規電台必須具備快速的跳頻功能，也就是每秒鐘要在不同的頻率之間跳動幾百次，這樣敵人的干擾機才抓不住你的訊號，也無法監聽。但民用對講機只有一個固定的普通頻道，烏克蘭的電子戰部隊只要打開干擾車，俄軍的通訊瞬間就會變成一片刺耳的雜音。更致命的是，民用对講機根本沒有加密功能，烏軍只要拿着市面上普通的無線電掃描器，就能把俄軍前線所有的通訊聽得一清二楚。俄軍指揮官在頻道裡呼叫炮火支援，回報部隊坐標，烏軍在幾十公里外聽得比誰都清楚。下一步要往哪裡走，烏軍的火炮早就提前瞄準好，在等着了。
最幽默的是，烏軍的電戰部隊為了嘲諷對手，甚至經常直接切進俄軍的通訊頻道裡播放烏克蘭國歌，或者直接在頻道裡放話勸降。一支正規軍的指揮頻道硬生生被搞成了完全不設防的公開聊天室。更慘的連鎖反應還在後頭，當手裡的無線電變成廢鐵，為了呼叫火炮支援跟上級聯繫，前線俄軍軍官只能做出最無奈蠢事，拿着自己口袋裡的智慧型手機連上當地的基地台打電話。這完全是找死。烏克蘭的電信網絡馬上就會捕捉到這些俄羅斯門號的異常漫遊訊號，烏軍只要一比對基地台的三角定位，瞬間就能鎖定這名俄軍指揮官的確切坐標。幾分鐘後，海馬斯多管火箭的精準彈藥就會直接砸在他的頭頂上。開戰初期，那麼多俄羅斯的少將、中將之所以會在前線接連陣亡，被烏軍精準點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這批被貪污掉的假電台害他們暴露了定位。而一手炮製這場通訊災難的黑手，就是最近在這波反腐大清洗中被當場逮捕的俄羅斯總參謀部通訊總局局長、武裝力量副總參謀長沙馬林中将。沙馬林靠着這套粗劣的偷梁換柱手法，收受了巨額的贿赂。他用幾百億盧布的假賬，徹底癱瘓了俄軍的指揮中樞，讓前線無數的裝甲連隊在毫無加密的通訊下暴露坐標，遭到烏軍精準的炮火殲滅。但沙馬林、布爾加科夫這些被抓的將領，難道只是少數的個案嗎？當然不是。普丁為什麼直到戰爭打了2年多才突然動手抓人？這背後到底是一場單純的整肅貪腐，還是大難臨頭前的一場殘酷派系洗牌？接下來，火力軍就帶大家看看俄羅斯權力核心的終極博弈。要看懂這群人到底貪得有多誇張，我們絕不能漏掉這波大清洗中那位指標性人物——前俄羅斯國防副部長，負責全軍後勤建設的伊萬諾夫。在鏡頭前，伊萬諾夫總是滿口愛國主義，甚至親手主導了莫斯科近郊著名的愛國者公園建設案。但私底下，這位副部長的生活簡直奢華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根據俄羅斯獨立調查記者的證据，當俄羅斯基層士兵在烏克蘭戰壕裡啃着2015年過期發霉的狗罐頭，因為沒有冬裝而凍掉腳趾的時候，伊萬諾夫和他的名媛妻子正在歐洲過着紙醉金迷的日子。他的妻子在戰爭爆發、西方全面制裁的狀況下，依然能跑到巴黎的名牌精品店瘋狂掃貨，在杜拜的頂級酒店開遊艇派對。伊萬諾夫自己更是在莫斯科最頂級的盧布列夫卡夫人區擁有一座占地廣闊、造價高達幾十億盧布的超級豪華莊園。車庫裡停滿了勞斯萊斯跟各種限量版古董跑車，手腕上戴的是隨隨便便一塊就能買好幾輛 T72戰車的百萬名錶。可以說，伊萬諾夫在郊外莊園裡繫上的每一塊大理石，上面都沾滿了俄軍裝甲兵的鮮血。問題來了，既然這幫軍頭貪污腐敗早就不是1天2天的事了，那為什麼普丁要等那麼久才抓呢？首先是戰爭打成了無底洞的消耗戰。開戰前，普丁以為這是一場只要幾天就能打完的閃電戰。在那種情況下，軍頭們就算貪污幾百億，只要能把基輔打下來，普丁根本不在乎這筆爛賬。但現實是，戰爭陷入了泥沼。俄羅斯現在每一天都在瘋狂燃燒國庫裡的美金與黃金。當國庫開始見底，普京驚恐地發現自己撥下去的軍費有近1/3在半路上被這幫人給吃乾抹淨了。再不抓人止血，整個俄羅斯的戰爭機器很快就會因為破產而徹底宕機。其次是必須要找代罪羊羔。前線的傷亡數字已經高到壓不住了，國內群眾怒火中燒。為什麼號稱世界第2強的軍隊連幾個城鎮都打不下來？普京絕對不可能承認是自己的戰略決策有誤，所以這口巨大的黑鍋必須由底下的軍官來背。抓出這批貪官，在電視上公審他們，不僅能平息國內主戰派的民怨，還能名正言順地把戰敗的責任全部推到底下的人貪污誤國上面。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普丁在這波大清洗中，為什麼換掉了執掌軍隊10幾年的前國防部長紹伊古，換上了一個完全沒有當過兵、連1天軍裝都沒穿過的經濟學家別洛烏索夫來擔任新的國防部長。讓一個搞經濟的人去管軍隊，普丁的用意非常直白：前線怎麼打仗，交給總參謀部去煩惱。而別洛烏索夫的任務只有一個，就是當一個無情的會計師。他被派進國防部就是要去查賬的。普丁需要他拿計算機把那些被軍頭洗出去的盧布一筆一筆給摳回來，試圖用嚴格的方式給這台千瘡百孔、四處漏油的戰爭機器強行打上補丁。但是靠一個空降的經濟學家，靠抓幾個倒霉的貪官，真的就能修好俄羅斯這台生锈的機器嗎？好了，關於俄羅斯腐敗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你認為普丁的身價有多少呢？別忘了按讚訂閱。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